不可以进，你不能进，女公子在练字呢。洪少商，我可真是小觑了你啊！你竟心机深沉至此，你假意帮我，无非是想麻痹我继续留在主宅。你甚至不惜诋毁你的生母啊！这就怪了。二叔母是为了陈家子嗣不肯搬离主屋，而我是为了妻阿母，咱俩你上房，我搭梯，为何只责怪我一人？我知道你这些年怀恨在心，才故意使计来离间我们二房。世伯命你二叔搬去新宅，却单留我一人在此，这定是你们母女挑唆的。二叔父腿脚不利于行，阿父想着新宅扩大，家居可摆放的空旷些，以免二叔父磕着碰着，那是好心。你少狡辩！我立誓不生出子嗣，绝不搬离。可现在你们将你二叔搬去了新宅子，我一个人，我跟谁生去啊我？自古都是母鸡生蛋，公鸡死产，女人生孩子要男人有何用啊？你说谁是鸡啊？那男人，哼！我跟你个才鸡鸡的丫头说不清楚。你也别得意，你跟你阿母无非是命好，有续伯利的功劳傍身，有什么了不起的？我若是命好，怎会在襁褓里就被留下？自小就无双亲庇佑。我若是命好，又怎会被二叔母丢在乡下庄子里，病得人事不知，险些丧命？二叔母觉得我阿母命好，无非是因为阿父身体康健，二叔却身有残疾。可这些年，二叔对二叔母也是事事唯你是从，你怎就不知知足二字？唯我是从，那是他没本事，他窝囊。若非他窝囊至此，无法担起这一家之主，我又何至于在此受你和你阿母的嫌弃？就这么一个瘸子，也就你们程家把他当宝。郑夫人竟当着女公子的面如此数落郑老爷，你难道没看出来吗？她是被袅袅激将的口不择言了。女君是说女公子是故意的？带几名舞婢去主屋。是。
师父，青葱，将军寻了坛好酒，想与二叔好好喝几杯，你陪着一起去吧。是。青州姑娘，你不用扶，我自己可以走。李军的命令，青葱不敢违抗，还请众老爷莫要为难我。给我撒开！萧元一，你敢打我？今天我不光要打你，还要休了你！休想！当初陈家穷困，全靠我们葛家，那又如何？如今程家势大，葛家势弱，我想打你便打你，想休你便休你，你又能把我怎样？你看，我阿父对程家有恩。什么恩？资助粮草吗？县里乡里哪家大户不曾献过？我们护卫乡里周全，使得众乡亲不致沦落刀枪战火之中，保全了多少何家性命？不就出些粮草财帛吗？也算是恩德。你给我住口！你这个三心二意、愚蠢不堪的妇人，也就是二弟仁厚才容你至今。你以为都是你的功劳，他怕你吗？我们3日之后就搬家，你就乖乖的在此地等着葛家来接你吧。什么意思？你什么意思？你竟要通知我娘家休了我？你不是几次想改嫁都嫁不成吗？我不过是助你一臂之力而已。我知道你这么对我，无非是要为你女儿报仇。可我并未加害过她，是她自己不争气。你恨错人了。我萧元一从不轻易恨人，也绝不会恨错人。你记恨不心，日劳心浊，我又怎会不管不查放纵了你？你所做的一切，我都清清楚楚。你这10几年对袅袅做的事，我全都知道。那你又能拿我如何？大不了我带着泱泱回娘家去。想得美！泱泱现在是程家子，自然就是程家的人。但你得走，我需让你知道，当年你假托老神仙之名，逼我抛下袅袅时，我心里的滋味。这位小公子，哎呦，君姑，可是让老神仙说准了，君姑千万记住了，老神仙可说了啊，须得留下此胎孩儿，方能保君姑安稳度过此劫。不能忘。不忘不忘。江湖术士的话，你也敢往阿母面前递啊？你安的什么心？旭伯出征在即，不舍得孩儿也是人之常情。正好了，四父新生产，身子虚弱，不若让四父和小公子一起留下来。这样一来，四父既可照顾了孩儿，又能应了老神仙的话，让君姑安稳地度过此难，岂不是两全其美？竟妄想拆散我们夫妻，谁也不会留下。我们一家人死也要在一起。那阿母呢？阿母就不是你的家人吗？你就舍得阿母的命吗？老神仙说了，今年我逢遭血光之灾，必须留下主这胎，方能挡煞。
哎呀，你个不孝子，你分明是要我的命嘛！哎呀，我白白的养活了你们兄弟几个呀！老头子，我活不了了。阿母，那分明是江湖术士的谎言，无稽之谈。哎，这老神仙算的可准了。老神仙说四妇定一举得男，岂不是应准了？对，准了。算得准。好，我现在就去宰了他，看他能不能算出自己的一劫。将军，刚得军令，孤城危矣，需得将军紧急前去救援。什么？圣上刚下军令，即刻整军1个时之后出发，出使孤城，驰援霍侯。你走也可以，必须留下这台孩儿，否则从我身上踩过去。军姑，云姨，军姑方才说什么？只有留下孩子，才可替军姑挡过这一劫。对，对，还须得是这胎的孩儿。对，这胎的。既然如此，那便留下女儿吧。女儿？是龙凤胎，女君还生下了一位女公子。我把女儿留给军姑，便是我们夫妇给军姑尽孝了。我带儿子走。将军，或是危急不可耽搁，即刻启程。没有我的命令，你不许出此屋半步。是。二叔呢？家主陪着呢，女君放心。多派些人看着葛氏，眼下就要迁居了，别让他坏了我们的皇道正气。女君就放心吧，不是我瞧不起钟夫人，便是现在给她把刀子，她也舍不得自强。家门不幸，也不是什么好事，莫要喜形于色。女君说的是。若是他安分些，我自会留下这老宅，与他养老终身。如今看来，是用不上了。邵主公，城中的打铁铺都无异样，唯独这家自董仓管被捕以来便关了门。
外人知道这里地处偏僻，生意不好，但我们留意到，每日仍有仆从给铺子里的人送吃食，但这铺子里的人却一次也未曾出门。走。是。邵主公。天下铁匠，最是尊重主荣，不可能任由神像染污。好。能查到这里，算你有本事。但你想知道的，我一个字都不会说。我无儿无女，无亲无眷，你还能诛我9族不成？我知道你让人开口的手段很多，落在你手里，定是生不如死。所以，他要服毒，自己来。剧毒，救不活了。这些兵袭来的太及时了，正接我们的燃眉之急，赶快入库吧！快！夏飞，把在这个铁匠铺做过事的所有伙计，还有徐府上所有的仆人都给我抓过来，我要一个一个的
是是。葛老太公，岳父大人，小婿对不住你。哪里，是我们亏欠了你呀，我们葛家对不住你。泱泱，见过外大夫、舅母。快起来，快起来！我们泱泱长高了，也好看了许多。泱泱长得这般好，这都是亲家们照顾的好啊！哦，泱泱，舅母给你带了好多东西呢。泱泱体弱，二弟的腿脚又不方便，太公年迈了，就别站在这儿了。都赶紧进屋吧，太公。啊，对，老太公，请。请。赶紧把他给我带过来。走。我呢，是可怜他年幼丧母，教官过分了。我也知道他有好多不妥之处，但还是厚着脸皮把他嫁到了程家呀。苦了大家喽！这些年，诸位是多有包涵。今天，老夫特前来，太公赔礼啦！事不多，老太公，请起。阿父，明明是他程家对我诸多委屈。混账！女叔，自从你出事，君就对你是无所不依，何等的爱护，你可尽过一日的孝心，日复一日的胡闹惹事。如今君就已年届古稀，为了你冒着风雪，连日连夜的赶路，你尚无一丝愧疚之情。你简直是全无心肝。太公这般让我等汗颜。想当日我起誓，若非太公粮草相助，焉能……将军，休提此事。这只有我女儿这等妇人才整天把粮草这点事挂在嘴边。想当日，天下大乱呐！像我葛家薄有资产，而又无依仗者，那不过是恶狼口中的一片高鱼饵啊！亏得将军振臂一呼，我等乡民得以保全，有何可言谢的？不敢当。老太公过谦了。10几年来，我是久居乡里，耳目闭塞呀。原本以为他随着年岁的增长，他这脾气会慢慢的变好，可是想不到，据来人回报，他非但没有改正，反而是变本加厉。这算苦了你了，我没有教养好自己的女儿，反倒害了你。岳父大人，您别这么说，也有我的不是。原本他……你是我从小看着长大的，我怎么会不知道你的品性呢？本来做翁婿是最好的缘分，最后反倒害了你，使你志气消磨。你说我还有什么脸面再见大家呀？哎，今天你就写休书一封，我立刻带着这孽障回去。去。
不是说葛家人来了吗？老夫人定会携全家宴请的，怎么女公子先回来了？人家一家人你侬我侬的，我去凑什么热闹？从前我觉得堂子倒霉，摊上这么一个拎不清的阿母，如今才知道，她的命是真的好。舅母这般疼她。众夫人携三娘子不是儿郎，没满周岁就丢给舅母养，这算什么命好啊？祸兮福所依。堂子若和我一样，在家中长大，定会和二叔母一般，人增鬼厌。他如今在外祖父家长大，葛家人把他当成掌上明珠，都不似我。大母不疼，二母不爱，还有个不怀好意的二叔母教养着，我才是命不好呢。全家人哪有不喜欢你公子的？你怎能自行离开呢？还没给葛太公问安呢，也未免太失礼了。太公又不是来走亲戚的，是来办大事的。我一小辈在旁做什么？看二叔父写休书吗？这些年二叔母可没少折腾我，难道我还要听太公对我这孙辈说对不住？不过今日之事，是我未想周全。今后会改，一定会改的。还是要跟我去给葛太公和葛舅母见安，免得让人等久了。舅母带我回家吧，我想回家。冉泱泱，程家才是你的家，这里有你的父母，有你的家人，你也只有在程家才有前程。我不要前程，我要救父救母。阿紫，哎，进来吧。好。妹妹，给舅母问安。这是袅袅吧？这孩子看着就乖巧。来，快坐啊。我们家女叔她，阿紫别再说了，咱们两家比邻而居，有何不清楚？阿紫也没少吃过她的苦，可是后来她嫁入你家，轮到你受苦了。这下她被太公领回去，又得你受罪了。说起来也是我对不住你。泱泱，不要一听到别人非议你的母亲，你就觉得羞愧，把头低下去。我们受之父母的，不仅仅是你的身体发肤，还有你的品性。如果父母品性得宜，你就好好的学习，跟随；如果父母有所不足，你就引以为戒。记着，你的言行才是你身上最好的配饰。现在把你的头抬起来。都说男儿志在四方，那女娘难道就能永远依附父母而活吗？父母做不了你一辈子的靠山。只有你自己心智坚毅，才不惧山倒海枯。无论何时何地，都要像一棵大树般自立自强。你呀，以后要学到大伯母的3、4分，就无语了。为何都不喝酪浆啊？舅母，尝尝这是我们家酪浆，可好喝了。这袅袅可真是懂事啊。
阿紫还是像当年般心胸宽阔，教出来的泱泱，自言行举止端庄敦厚，哪像我家袅袅啊，被葛。也不知这一切是否还来得及。这教孩子哪有来不及的？纵使孩儿们七老八十，只要为人阿母的尚有一口气在，就有责任教会他们。我们家泱泱呢，虽然人是钝了一点儿，但胜在他老实听话。希望妹妹以后千万不要嫌弃他。我从前就喜欢阿紫，阿紫教出的泱泱，我自更心中喜欢，怎会嫌弃？从今日起，泱泱就如同我亲生女儿般，绝不令她受半点委屈。你站住！阿母还有何吩咐？不是说好了要去给太公请安吗？为何还是要回去？阿母不会真觉得太公是去歇歇的吧？若我现在去，怕是要撞见二叔母挨训了。难不成是阿母想去听墙根？若是如此的话，袅袅倒可以陪你。我问你，你为何要抢着给葛舅母端烙酱？人家泱泱还在呢，如此出风头，置他于何地？我无非是觉得葛舅母说话中听，我喜欢这般性子的人，便就这么做了。阿母为何会这般想我？阿母就是瞧我不顺眼，恨不得从最坏处揣度我。在阿母心中，堂子敦厚，我却从不人善，所以我做任何事情都是心有算计。若非你平日里行事偏激，阿母也不至于误会你。你若与你堂子一样，寻常柔淑勤勉，旁人想你，自然也就会从好处想。女儿愚笨，学不来泱泱阿紫。可我真是好羡慕她，自小就有葛舅母教养。我从小就没人教，哪里比得上？阿母不必生气，女儿倒有一法子，为了阿母的康健着想，这次以后倒也不用一直盯着我，多去看看十全十美的堂子。如此一来，你什么气都顺了。无碍，再刺头的兵我都能驯，不过就是个顽劣女娘。日后我自有办法慢慢调教你。陈少商，与其卖力讨好那些对你早有成见之人，不若索性寡情一些。反正你既无至亲可依靠，也无挚友可分担，厌你之人比爱你之人多得多。没了葛氏，还会有其他人。不如对自己好些，对他人期待少些，活得才能更自在。
家母年迈，未能远送。哎呀，老夫哪有脸面再让老亲家远送啊？贤侄啊，你从小就好读书，家世不雅，你既有心继续求学，此去白鹿山，定学有所成。太公错爱，实对不住。你呢，不要自愧残肢，也不要自愧年长。古来多少圣贤一把年纪了才有成就，咱们比不了圣贤的成就，但是比劲头总可以吧？待到以后你学有所成，返回故乡，一定要办一间学社，不论贫富，只要他肯读书，咱们就教。到那时也不枉老夫一片苦心呐。承太公所言，程定无负所。好，阿父只管安心去读书，家中杂物泱泱会学着打理。你阿母回葛家，阿父也要远行了，从此便不能体贴照顾你。长嫂，泱泱性子软，身边婢女虽然都是使唤惯的，但我依然是放心不下，所以还望长兄长嫂能够看顾一二，这样我去白鹿书院也能够安心读书。二弟放心，我定会如亲生子女一样教诲养育的，定不让泱泱受半点委屈。泱泱，以后遇到事多跟你大伯母商议，你要记着，程家才是你的家。请舅母放心，我会的。孩子，日后要多听大伯父、大伯母的话啊。好了，常言道，送君千里，必有一别呀。大家请留步，告辞了。太公一路保重。拜托长兄长嫂，程谢过了。贤弟，保重。保重。不必太难过，你外大夫大母昨夜已经差人送信到白鹿山，待你阿父到了书院，自会有人照拂的。